的行李箱里面有哪些东西，防止小孩走失。我用了之后发现，其实还真的蛮好用的，可以让我安然度过与小孩飞行的飞行地狱啊！刚出了午餐的热食，比国际线的环亚贵宾室就是丰富太多了。嘉航今年夏天的服务究竟是什么呢？空服员一看到我拿这一本，OK，Captain要给 sticker， 他们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亲手写的讯息耶 ，Great to have you aboard。Hello， 我是飞妈，这集要跟大家分享带孩子旅行，行李都装些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要去多伦多了，会去个5天，但是行李都还没有整理，所以要赶快整理啊。我们飞的是嘉航，那听说嘉航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上服务，还蛮期待的。那我到时候呢也会把过程呢拍给大家看。那因为我是1打2嘛，然后又要拍摄，所以呢我是打算我们3个人就是带2个手提行李箱，就是直接可以带上飞机的，然后呢就背上背包，所以带的东西呢越轻便越好。那现在2个女儿呢都去夏令营，我刚刚把她们送去夏令营了，衣服就先请她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先准备好，你们就带4件吧，就带5件，带5件吧。OK， 就5，折好拿出去放 ，OK， 好不好？带1件长的，因为上飞机会冷。Shorts or 4 shorts？ 你现在有几件？ Mostly wear dresses。同样的颜色放在一起了，先找出一个配。不是啊，怎么一大一小？你装了哪些 ？Pants。那衣服呢 ？OK， 妹妹的可以放在这。This is mine. This is Ellie's. 哦，那我拿错了。这个是上半身穿的吗 Yeah. 那下半身的呢？这个是干嘛的 Long shirt. 所以你这是有4天的分量。 It also needs a scarf for 4、5天的分量。那他们的衣物呢，现在都已经装在这个箱子里了。然后我现在呢，就要开始来准备我自己的东西。装箱完毕啦，那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行李箱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行李箱装的是小朋友们的衣服，里面就是简单的衣物，然后会带一些可能就是防水衣吧，因为我当时看了那个气象报告，好像前面几天在下雨。这里面放的是我们的泳衣。那因为我们去了其中一个旅馆呢，它的玩水设施听说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就带了泳衣过去，到时候要去玩。这是一个亲子饭店，到时候也会开箱给大家看。这里还有推 check-in 啊，那你们要不要？所以小朋友们的东西基本上就很简单，就是有衣物。我的箱子的话也是有防水衣，然后我的几件衣服就是一个薄外套。带小孩子嘛，你也没有办法完美。然后这里有拖鞋，室内拖鞋。加拿大这边的旅馆没有什么是提供拖鞋的，所以我自己带。我的贴身衣物、保养品啊、化妆品 ，GoPro 的配件，这个是夹头发的。如果我不夹头发的话，我的头发就会像爆炸一样。这就是盥洗的用品，还有充电器，基本上就是很简单。我没有带什么非常绚丽豪华的东西。带小孩子出门就是越方便、越简单、越轻便越好。这一包按摩器，这个之前虽然是厂商给的。但是其实我用了之后发现，其实还真的蛮好用的。因为我肩膀很容易酸痛，所以用这个就还蛮方便的。家里小，你也不可能买一个按摩椅，因为它这个东西小，随身携带很好用。就2个贴片，把它给扣起来，贴片拿起来，就放在你想要按摩的地方。比如说你要按肩膀，看得到吗？到这边来，然后像这样贴好之后。你就可以看，它有很多模式可以选，我就随便选一个，然后它力道分好几级，我现在就是分5，然后它现在就已经在帮我按摩了，很方便啊，就贴上去，然后它就可以立刻按摩。看看哦，它好痛，好痛！我那个力道弄太大了，刚刚我弄到14，没有了，我基本上我可能2到3就差不多。总之它是可以控制力道，那它因为小小一台就很容易携带，就很方便，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要1打2带小朋友去多伦多旅行嘛，回饭店的时候就可以爽用一下。Is your massaging good? 很爽。Why are you shaking? 因为这个机器正在动啊。How is it comfortable? 你长大就知道了。贴完之后就把它拿起来，再贴回刚刚的这个地方，可以保存。这很好保存啊，可以重复利用。然后还有这个东西，这2片就是防止小孩走失或者是东西遗失的小东西，基本上是用手机就是跟他们连好之后，如果不小心不见了，或者小孩不小心走丢了，那你就可以用手机去发出声响，或者是手机定位就可以找到他们。所以像我如果要找。
它就会发出声响啊，就还蛮清楚的啦，这声音可能很大。等一下我去接小孩下课之后呢，我就把他们放到他们的包包里面，因为之后可能他们也是会背他们的包包去那边。还有这个小背包，这小背包就是到多伦多之后，我们东西都会放旅馆嘛，出去玩的时候就让小朋友背着这个小背包，装他们的水壶啊，或者是帽子什么的，就是比较轻便、比较小啦。所以这个也放在行李箱里面带过去。还有颈枕，绝对必要的，上飞机啊。来看我的背包里面有什么。首先这个自拍棒要跟小朋友们制造回忆啊。再来是 GoPro， 然后里面的护照，平常我是会再多影印一份护照的资料，或者是国外那种大使馆紧急联络的资料。在多伦多嘛，就是国内旅游，所以其实这些就应该就不太需要，我就没有再另外再印。还有 Nexus 卡，以防万一在机场人多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快速通关。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Air Canada 就是加航他们当初推的给小朋友们的一种，它叫 logbook， 可以让小孩子记录他们飞到哪里，就坐加航的飞机飞到哪里的一种旅程记录的小本子。现在好像已经停了，但之前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你可以到网上去申请，然后他就会寄来一个包裹，小包裹里面就是有这个 logbook。每一次做加航的时候，你就可以让空服员或者是机长呢给你贴个贴纸，写下你当时搭飞机的日期啊，班机是什么，然后目的地是什么。我们当初去夏威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请他们贴贴纸，这里还有机长亲笔写的这个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就还蛮有趣的，给小朋友们的一种纪念回忆。现在已经好像没有这个 program 了，所以我这一次去做加航可能也不会有这些贴纸了，但我还是带着，就以防万一吧，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要得到。这一包里面是充电器，还有随身电源、充电电源，因为在外面应该是会都待一整天呢。GoPro 是很耗电的，需要随身充电，不然到时候没东西录了。钱包呢，我通常是会换旅行专用的钱包，我不会带我本身随身带的钱包。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吧，因为我到国外旅行的时候，我不喜欢把就是钱包里面所有的证件都一起带出去，我就只带必须的信用卡、钞票、证件就好，就会放在另外一个钱包。如果遗失的话，也不会太担心。牛仔裤的风格有没有很可爱？当初在日本买的，日本出的东西都很好买。然后旁边这个是水壶，那这里面是空的啦。那因为过安检的时候它不能带水嘛，温哥华机场里面是有可以装水的地方，所以到时候就在装水。那小朋友们的水壶，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会让他们带着，就放在他们的包包。我这里面有一些零食，在飞机上堵小孩的嘴啊，也堵我自己的嘴。另外带了一些购物袋、夹链袋，以防万一啦，你不知道可能会需要装些什么东西，在路上需要买一些吃的东西，我那夹链袋也都很方便，可以带着。耳机，3副耳机，这个在飞机上到时候看电影用的，那我们1人1副，可以让我安然度过与小孩飞行的飞行地狱啊。还有湿巾啦，在飞机上擦一下。大致上，我的包包里面就是这样子哦，旁边还有墨镜，必备的行头。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然后被路人认出来，我那个时候戴墨镜，我想说戴墨镜也能够认得出来。这里想问大家，平常出国旅游的时候都是怎么上网的呢？是买当地的 SIM 卡吗？带 WiFi 机呢？还是直接手机漫游呢 ？No， 这些都不靠谱。所以呢，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出国旅行上网的好伙伴。是的，就是 Airalo。Airalo 是全球最大的 eSIM 网络供应商。eSIM 就是虚拟的 SIM 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里面上网注册，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使用网络，超级的方便。那我直接就给大家示范怎么在手机里面安装。首先你要先在 App 里面下载。下载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到 App 里面去选择想要去的国家。那因为我手机界面是英文的，所以如果有中文界面的手机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可以下载到中文版的 Airalo 的 App。所以假设大家要来温哥华玩，那我们就选加拿大，然后就可以选择需要的流量。那像我们去多伦多就是5天6天，顶多就是用个 Google Map 或者是上网查资料。回到饭店的话，也都是会有 WiFi。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1 gig 或2 gig 大概就够了。那它可以用7天，也有3 gig、5 gig， 哇！还有20 gig 的，会有人需要用到20 gig 那么多吗？然后我发现现在美国居然有可以打电话跟传简讯的方案哎，上次去美国的时候就可以买这个哎。哦，那希望其他的国家也能跟进。Anyway， 回到加拿大，OK， 所以我们就买刚刚我说的1 gig， 所以你 buy now 之后买。可以用 Apple Pay 啦，你也可以用 Code 或什么的，所以我用 Apple Pay 来付。好，
买好了之后，照它的指示来安装这个 eSIM 到你的手机里面。eSIM 的 detail 点它的 View Instructions， 所以现在照着指示，我就来安装 eSIM。下一步，再下一步 ，OK eSIM。就 allow 就来启动 activate， 就要一段时间啦。像它这种 eSIM， 你需要多少的流量你就花多少，不像网络的漫游费就是超贵，或者你还要买另外一个 SIM 卡，那样多麻烦。你直接这样装好了之后，随时都可以用。好，已经 complete 了 ，done。Default line 就是你的 primary， 就基本上就是你手机本来的 SIM 卡，所以我们通常都选 primary。我刚刚跳出来了 ，whoops！ 我刚刚不小心跳出来了，没关系，我到系统里面 ，OK， 你就可以看到你在 settings 里面多了一个 personal。刚刚说的那个 primary 就是你本身自己SIM卡的电话，还看到我有2个，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墨西哥的，现在都没有在开。那现在这个 personal 呢，我就先点进去，这个应该就是我刚刚的加拿大的SIM卡，我可以给它取个名字，随便取任何一个名字，我就 Travel Canada。Now back， 目前它就已经是 turn on this line 了，我现在没有要，我可以先关掉，基本上这样就 OK 啦。到加拿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到这个地方，然后你 turn on this line， 等一会它就会开始连线了。现在可以看到我那上面的 icon， 现在有2个网路的讯号。我如果 turn off 的话就没有，就回到我原本的 default 的这个线路。那我们明天抵达多伦多之后，我就会直接在现场给大家看是不是如此的顺利。所以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OK， 把这个行李平整挂上去。好，所以行李差不多了。那明天上飞机的时候呢，就可以体验一下加航他们在今年夏天给经济舱的一个升级版的服务。明天机场见。你们的随身包包里面带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吗？2个水壶，对啊，你跟妹妹的水壶，还有呢？一个 Pokemon book， 这在飞机上看是不是 ？Cheesy， OK。那你带那个大娃娃就塞满。way too big。你这个要不要放我们的手提行李箱 Can't move. Don't squish my cheese. Oh my god！ 就这2个就把你的包包给塞满了。哎，可以啦，可以啦，那这样可以吗？书本就放手提行李。Yeah, I want to do this. 我们现在在温哥华机场国内线的出境的地方。现在要过安检，好，顺利过了安检了，走。国内线也是有很多的商店啊。Thank goodness it was safe. 国内线也是有这个环亚贵宾室。Let's go eat. Oh, is it upstairs? One floor up. OK. 这里要上2楼。Is this a hotel? No, it's a lounge. 贵宾室。What does lounge mean? 哦，它是4楼啊，进来了。那它这个环亚贵宾室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热食啊。法式吐司，看起来像番茄汤，有些小零食、沙拉吧、甜点 ，OK， 咖啡啦、茶品、自取，小朋友还可以有柳橙汁。他刚刚出了午餐的热食，也是挺丰富的，比国际线的环亚贵宾室就是丰富太多了，人也是挺多的啦，这里几乎都坐满人了。上飞机之前要饱餐一顿啊！有一个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的一个 sign 啊 ，BC 省的车牌，这个小小的 playground 啊，国内线的宠物方便区，太可爱了吧！是有一点味道，还提供你这个大便的袋子，真的很贴心啊！温哥华机场哺乳胶囊室，竟然还有这个，上飞机了。所以呢，加航今年夏天的服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有免费的酒喝，也有零食可以吃。超赞的，因为平常经济舱啊，就只能喝果汁或饮料而已，那也没有花生之类的零食，通常都是要加钱的。那这一次呢，酒是可以免费的，但好像是只有啤酒跟红白酒可以不用付钱，像一些烈酒啊或者是调酒还是需要付。那这个特别的服务呢，是只有美加的航班才有，就是来往美加的，然后只有今年夏天才有。
好期待在机上买醉啊！没有啦，因为小朋友不能买醉啦。我们前后座正好都是有带着小朋友的家庭，通常有带着小孩的都会被分到飞机比较后面的地方，就会听到一堆小孩的尖叫，还蛮吵的。这个时候就要给他们大量的点心，后面的妈妈就还要一直不停的陪她的女儿聊天。带小孩子真的不容易啊，没有人会想要就是吵到别人、麻烦到别人。我家这2个现在就在认真的看电视，让我可以轻松一下、安静一下。delay 了很久，delay 了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现在要起飞了。飞起来了。Cookie and pretzel for you. Ellie, you want pretzel or cookie? Hello. Okay, I'll get for them. 忙着在玩游戏都不要零食了，所以这是嘉航今年夏天免费可以得到的零食，一个是来自魁北克的饼干，另外一个是 Alberta 的 pretzel。他们2个不吃，我先吃。其实这个饼干在加拿大还蛮常见的啦。我突然发现，因为是来自魁北克的饼干嘛，哦，有虫。它在巧克力上面的图案是魁北克那个老城区的那个城堡，很有加拿大风味。你们只顾着玩都不吃哦，这真的很好吃啊！巧克力饼干啊，就一颗一颗的，蒜味的 pretzel 还 OK 啦。嘉航真的是佛心啊，虽然是只有今年夏天才有，但希望之后呢，一整季、一整年都能够延续。多好啊！嘉航你也可以成为就是世界上的最佳航空公司之一啊，对不对？就从免费发放食物开始。Hi, What can I get you? what kind of drinks do you have for the kids? Apple juice, water, orange juice. Pops, I don't know if you're okay with that. Maybe just juice. 可乐 Maybe just juice. Apple juice or orange juice or water? Okay. Apple juice or orange juice? I can get milk also if you want. Milk? I drink pops, I said. Okay, what kind of pop do you have? Sprite, I think Sprite. Yeah. Sprite, 你试试看，好喝。Ellie, what do you want? Okay, 先停。 Apple juice. Do you have beer? Yes. Molson, please. So that's Sprite. All right, okay. Really bubbly. 啤酒来了，来加拿大就要喝 Molson。哦，出来了，大人才能喝的，泡沫倒太多，怎么变这样？好喝。Oops. Oh no. Sorry, I spilled the thing. Oh, sorry. It's on my pants, Mommy. It's all on your pants too? Okay, sorry about that. Do you need more napkins? Yeah, please. You okay? 沙很多吗？还好，还一点点，对不对？还好。Right. Sprite， 人生第一次尝 Sprite 就是在飞机上，感谢嘉航啊！我手全湿了。Thank you。很多人都说嘉航服务烂，但其实遇到客人出状况，他们也都能耐心应对。这里还是要给他们鼓鼓掌啦！一番忙乱之后，我的刚刚那个泡泡全没了啦。干杯，各位！之前我不是说有这个小朋友的 Skyrider 的 program 吗？然后因为好像已经不能申请了，所以我就不确定还能不能再收集到 sticker。刚刚我就问了空服员，就空服员一看到我拿这一本，跟他说哦 OK 要 Captain 要给 sticker， 他们都知道有这个东西。那 Captain 好像搞错了，他写在就是之前我们有的这个贴纸上面，应该是要在下一页啦，因为这个贴纸是之前从夏威夷回到温哥华的时候贴的，只是那一次的机长他并没有写任何的讯息，这次飞到多伦多这个机长他没有贴纸吧，所以就直接写在这个原本贴纸的地方。但是还是有看到他亲手写的讯息耶。Great to have you aboard. Captain 叫 Mike Switch， 今天日期跟航班的号码，就是一个记录啦。Yuffie。Look， 这个是 Captain 他亲自写的，应该要写在这边，他没有贴纸，所以他，就这样哦。然后这是你的书本。我家这一位现在完全沉醉在玩游戏，根本对这个不屑一顾，是妈妈在收集。我们现在到了多伦多的机场，然后现在就先找个地方吃东西，随便吃吃。现在我就来开启之前设定的 AirR 了。我之前已经先把我主要的信给关掉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上面呢是没有网络的，出现 SOS。所以现在就把我的之前加拿大的 eSIM 给打开。所以现在是 on 了。哦，上面立刻出现了网络的讯号，这就代表已经连上了。来开启 Google Map 来看看现在有没有连上网。有啦，有，连出现网络了，可以上网浏览了，就是这么的有效率啊！然后进去里面的 App 就可以随时检查里面已经用了多少的流量。像我买eSIM里面，你就可以进到 Details 下面。
已经开启了，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还剩多少的流量可以用。如果快用完的话，你就赶快去加值，不然你一用完的话，你就还是得要去到处找 WiFi， 然后再重新买。所以希望大家出国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连上网。那你们可以用我底下资讯栏里面的连结，购买时输入折扣码就能够享受更多的优惠。用我的连结买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分润，那就能够帮助我做更多的影片回馈给大家。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那话不多说，现在呢就先把东西吃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旅馆，明天就要开启我们亲子3人的晚报多伦多之旅。那说拜拜，拜拜。